我睁开眼，眼前是一片灰雾翻腾的空间，四周没有光，没有声音，仿佛世界被锁进了某个错误的算法中。几秒后，一道机械而冰冷的系统音突然响起：欢迎进入副本扮鬼游戏，身份匹配完成。你是本门游戏中的诡异。我眉头猛地一跳，诡异不是玩家，不是求生者，而是那种藏在副本深处负责杀人的非人存在。随即，一组红色系统规则浮现在我眼前，像是烙印般刻入神经。副本规则如下：一、你是诡异，需执行系统分配的破坏任务。二、每完成一项任务，将获得相应分数，失败将扣分。三、游戏结束时，高分者生，低分者死。四、禁止向任何 NPC 透露你的真实身份。五、不可逃避任务，否则立即抹除。六、以上有个假规则，请自己分辨。第六条让我心里一紧，有一条是假的，但是哪一条？我还没来得及多想，眼前忽然浮现出一块虚拟面板，鲜红字体在灰雾中格外刺眼。主线任务1，目标编号003，任务将其从教学楼天台推下，预计奖励200分，失败惩罚-200分，当前积分0，剩余时间0.10分。我一眨眼，灰雾已被现实世界取代。我站在一栋陈旧教学楼外，天色昏沉，像被蒙上了一层肮脏滤镜的日落。碎玻璃在风中叮当作响，铁锈和灰尘混合的味道刺激着嗅觉。天台上，一道瘦小的身影坐在护栏边，双脚来回晃动。编号003，他的身后是整整30层的死亡高度。我抬头看着他，任务面板在我眼前悬浮不动，将他推下去，200分。这不是第一次我进入副本，但却是第一次。我不是逃命的人，而是执行者。我快步穿过教学楼，一路上墙地斑驳剥落，地上是散落的试卷和被烧掉一半的课桌。每走一步，任务倒计时都会在我耳边滴答作响。当我抵达天台时，他仍坐在那里。他看上去只有17、18岁，穿着黑白校服，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。他并没有因为我突然出现而紧张，反而轻轻笑了笑。你好，他说，你也来这里看风景？我愣了下，你不怕我？他摇摇头，怕，你看起来不像是坏人啊。我沉默不语，缓缓靠近，风有些冷，我手心却出汗了。系统在我耳边重复，请尽快完成任务，时间不足将视为失败。你相信人可以飞吗？他忽然问我，我一怔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从这上面跳下去，然后飞了起来，那种感觉比任何时候都自由。他转头看向我，眼睛里没有恐惧，只有期待。我想试一次。他是认真的，我声音有些干哑，你真的想跳？他点头，语气像在说，我想吃冰淇淋那样轻松，但我没那个勇气。你能帮我一下吗？我心跳加快，我本来是要推他的，现在他却请求我这么做。剩余时间0.00分42秒，我缓缓伸出手，搭在他肩膀上，轻轻一送，他如羽毛般坠入风中。下一秒，他的背后赫然展开一对透明翅膀，像水晶一般泛着光，带着他稳稳地停在空中。他真的飞了起来，他在空中旋转，笑声被风带走，如梦如幻。他在飞行，他自由了。然后系统冷冷弹出通知，任务失败，-200分，当前积分-200，目标003，获得称号飞行者，你未成功破坏其命运。我站在天台边，久久无言。他朝我挥了挥手，眼神中甚至有一丝感激。我不是在执行任务吗？我杀了他，却帮他觉醒了。我喃喃，这到底算什么？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，我完成的任务动作却失败。我试图破坏命运，却促成了奇迹。我重新回忆那串规则，目光落在第6条，以上有个假规则，请自己分辨。是时候开始猜了。我怀疑第4条，也许我能告诉他真相，还是第3条。高分者生会不会根本是骗我作恶的引导？我不知道，但我知道一件事，这游戏根本不是让我杀人这么简单。虚拟面板忽然弹出新任务，主线任务2，目标编号007，任务烧毁其画作，预计奖励200分，失败惩罚-200分，当前积分-200，剩余时间0.15分。我叹了口气，走向破碎楼梯口。我不是诡异，可我必须扮演它，直到我找出那个假规则并活下来。任务来得猝不及防。第2项任务载入，对象编号 M042，画家，男性，年龄47岁，请破坏对象妻子遗像所承载的情绪价值。建议行为：烧毁画作，倒计时开始，0.59分59秒，1小时。这一次没有给我任何喘息的时间。下一秒，
我站在一间昏黄的老画室中，木质地板年久失修，每走一步都会发出轻微的咯吱声，空气中弥漫着干涸的油彩、旧报纸和尘埃的味道。墙上钉的几张泛黄的草图，直角卷起，几幅半完成的画布散乱堆在角落。画室中央，一盏老吊灯吊在天花板上晃荡，摇曳的光头射在男人的身上。他穿了一件旧毛衣，背驼着坐在画架前。他正用极其细腻的笔触勾勒一张女人的脸，那是一张极其柔和的脸，带着古典的美感，仿佛正注视着整个空间。我看了他许久，才缓缓开口：“这幅画是你太太吗？”他一愣，偏头看向我，似乎没料到我什么时候出现在他画室的。他的眼神里没有警惕，只有一点疲惫和茫然。他低声回答：“是我妻子，画得很好。”他看起来很温柔。他停下笔，望着画像，嘴角浮起一丝苦笑。他已经走了10年了。我顺势问：“你画了他多久？”7年。他望着画像，语气温柔的不像是对一幅画。他从来没拍过照片，也不喜欢照镜子。我只能靠记忆把它一点一点画回来。我心头一紧，这是情绪链接的最深层，不仅是怀念，更是一种召唤行为。他不光在画人，他在复活他。我强压住心中不安，继续试探：“那你什么时候能画完？”他沉默片刻：“也许很快。”他说：“因为我决定了，画完后我要把它烧了。”我一怔：“烧掉？”我小心地重复：“它不属于这个世界了。我把它画完整是为了好好告别。”他垂下眼，等最后一笔画完，我就点火。我脑子嗡的一声，这不是破坏，是升华。他烧画的行为是他自我疗愈的一种告别仪式。只要他主动烧毁，那就不是任务完成，而是进化。系统绝不会认定我成功。我要阻止他烧那幅画。可如果我动手，那就是最粗暴的破坏，毫无技巧。系统很可能依旧判定我失败。我必须让他自己放弃这幅画的意义。我慢慢走近，看向画像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，他可能也不想你一直困在回忆里。他停下动作，没有回答。我继续说：“你画他7年，不累吗？你把他留在纸上，像是在强迫他永远活在你脑子里。”我不是强迫他。他声音低得像一缕烟。我是怕我忘了他。可你已经忘了他真正的样子。我看着那张笑容完美的画，你画出来的是你想象中的他，不是真正的他。他握着画笔的手微微颤了一下。有效。我乘胜追击。你知道他当年走的时候最恨你什么吗？恨你从来不让他自己被记录，只想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他猛地抬头，眼神发冷。你是谁？我心中一紧，意识到刚才那句话太过冒进。我退一步，佯装无辜。我是一个看画的人，我只是觉得他值得更自由的告别。他怔怔看着我，又望向那张画像。自由。他喃喃重复，眼神空洞。我看到了机会。你不该继续画了，放下吧，别再画了，也别再烧它，别再留它，把这幅画撕掉，毁掉它，你才能真的自由。他握住画布的手猛地用力，似乎真的在动摇。但下一秒，他笑了，那是一种释然的笑。你说的对，他应该自由，我也应该自由。他说完，竟然从抽屉里取出一根红烛和香灰，在画像前点燃。他喃喃低语：“小玉，如果你还在，就请回来看看我最后一次为你画的模样。”画室里顿时起风，四面八方所有未完成的画自动挑起，一张张贴在墙上，像是某种召唤仪式。我惊骇地发现，那些画里有些人物竟缓缓睁开了眼睛。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是一个半疯的通灵者，用画笔在做灵媒的仪式。这幅画不只是画像，而是封印，是容器。烧掉它是解放，而我刚才的一番话成了他的最后助燃剂。他在我眼前点燃了画像，火焰席卷而上，他却笑得前所未有的轻松。谢谢你，陌生人，任务失败，积分200到400。我仿佛被人狠狠按入冰水，无法呼吸。失败又失败。我不禁再次回忆起那几条规则，每完成一项任务，获得相应分数，失败则扣分，高分者生，低分者死。但我现在连任务都完成不了，还谈什么分数？这不是规则的问题，是我不够狠，不够快，不够准。第一次任务我太犹豫，结果让他飞了。这次我手下留情，又让那疯子觉醒通灵。每一次破坏我都以为已经够极端了，可最后却都变成成就。我是真的在搞砸每一个任务。我盯着那跳动的负分数字，心里越来越沉。我必须做得更诡异一点，不然等积分跌到某个底线，我连任务都没机会执行了。我站在人心天桥的阴影里，手里的任务指令依旧简短模糊。任务3，干扰他们的同步，没有身份提示，没有地点导航，没有动机背景。
只有一句话。系统很聪明，他从不告诉你破坏谁，也不会告诉你怎么破坏，他只是丢下一颗子弹，然后看你往哪里开枪。我花了整整1下午跟踪他们，那是一对双胞胎少女，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裙和红色球鞋，动作一致，表情一致，连眨眼都仿佛在统一节拍中。他们不说话，不笑，也不哭，只是安静地走路，牵着手，像镜子里互相折射的灵魂。从地铁口出来，走到天桥下，再一路走到斑马线尽头。他们一直同步地像被程序控制。我一度以为他们是系统制造的傀儡，但我在路口偶遇他们时，那短暂的四目交汇中，我感受到了一种模糊的悲伤，像是被迫这样同步的悲伤。我知道我要做的就是破坏这一切，干扰他们的同步，或许就是打乱他们的行为节奏，让他们一个走东，一个走西。但太简单的破坏，系统是不会认定为成功的。如果只是在他们走路时强行插入，不痛不痒，系统只会判定你未造成有效干扰。我得让他们永远不同步，必须制造一种彻底的、不可逆的分裂。我准备了3套方案。第一方案，我假装路人，朝其中一个人突然扔出饮料瓶，看他是否会本能反应。第二方案，我在路口用小贩的口音喊，来一份鸡排。如果其中一个停下，另一个不断，那就出现异步。第三方案也是最狠的，制造一场单点事故，只撞一个人，不死只伤，够精准。只有伤害才是最真实的干扰。我已经失去了2次得分机会，如果这次还失败，积分将跌到-600。我不确定系统会不会直接清算我。我现在不能犹豫了，我选择了第3方案。我绕过斑马线，悄悄来到马路对面，计算好2人的步伐节奏，他们正准备并肩穿越绿灯，倒计时的10秒。我从包里掏出遥控器，轻轻按下红色按钮，远处的电动车冲了出去，如子弹般穿梭进人群，朝着左边的女孩撞去。那一刻，她右边的妹妹，我称她为妹妹吧，突然抬起头，像早有预感，扑了过去。2人狠狠摔在地上，滚成一团，周围人群惊叫，有人拿出手机拍视频。我冷眼看着，一动不动，等系统提示音，5秒、10秒，没有任何系统声音出现。我愣住了，然后我看到了不可理解的一幕，那对双胞胎缓缓从地上爬起，浑身几乎没有擦伤，他们仍然牵着手，表情如常，就像刚才的扑倒与惊吓从未发生过。对不起，妹妹轻声说，没关系，我们一样。姐姐回了一句。说完，他们彼此看了一眼，然后同时闭上眼睛。世界静止了2秒，下一秒，他们睁开眼，双瞳镜变成完全镜像的颜色，一个血红，一个幽蓝。我感觉胸口一紧，仿佛被一股看不见的力量死死压住。系统提示音终于来了，任务失败，积分-200，当前积分-600。我双手颤抖，几乎咬碎了牙根。这次我明明够狠了，是我设下了陷阱，是我控制了冲撞，是我精确的只伤害了一个人。为什么还会失败？我不禁再次回忆起那几条规则，每完成一项任务，获得相应分数，失败则扣分，高分者生，低分者死。但我现在连任务都完成不了，还谈什么分数？这不是规则的问题，是我不够狠，不够快，不够准。第一次任务我太犹豫，结果让他飞了。第2次我手下留情，又让那疯子觉醒通灵。这一次我制造事故，精确操作，又让那对双胞胎觉醒了不知名的力量。每一次我以为做的已经够绝，结果却都像是在帮他们觉醒。不是我没出手，而是我出的还不够狠，够深，够反人性。屏幕上的负分数字像在嘲笑我，你只是个失败的诡异。我紧紧攥着拳头，指甲陷入掌心。也许我还没真正放弃人的底线，但再这样下去，我连诡异的资格都要失去了。第4章人偶之家，当前积分-600。第4项任务生成中，目标 X112号测试体你任务内容：清除其伪人格核心，使其彻底认知自身人偶属性。任务限时120分钟，预计奖励200分，失败惩罚-200分。我站在一间空旷的白色实验室前，门后是我的目标。系统说，他是伪人格核心异常活跃的人偶，曾在某次自我进化实验中逃脱。自我进化，一个人偶，我握紧门把手，推门而入。房间里站着一个穿着白裙的少女，长发垂至腰间，背对着我坐在镜前，一动不动，像真的人偶。你来了，她说，声音没有温度。你是谁？我故意问她。她沉默几秒，说，我是人偶。你有名字吗？没有，名字是被主人体贴赋予的，我还没有主人的资格。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眼睛空洞，仿佛真的相信了自己只是物品。但我知道，如果他真的认定自己只是物，他就不会是任务目标。
他的人格已经在形成，只是他自己还没察觉。任务目标很明确，清除他的伪人格核心。换句话说，我要用任何手段让他相信他从未是人。我盯着他，开始行动。我不是用暴力，暴力没用，他早就习惯被当作物品。我开始用镜子，我把镜子调暗，让他只能看到眼睛和嘴角，看不到五官全貌。再调整灯光频率，制造影像残缺感。我让他每天对着镜子说话，对着镜子吃饭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没有真正的脸？你看不清你是谁，不是吗？他开始迟疑了，开始摸自己的脸，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体。接着，我引导他做一些人的行为，比如画画、跳舞、唱歌。但我在他做完之后，就立刻打碎那些作品，把录音删除。我告诉他，人偶没有创造力，你只是模仿罢了。他的手开始发抖，眼神里有东西在破裂，他正在崩塌。我乘胜追击，我把他带到系统的数据墙前，指着一连串密密麻麻的编号、程序、生成逻辑，你知道吗？你的喜欢跳舞只是系统设定的一段行为指令，你对天空的向往是研发者偷懒复制的一个情绪模板。他开始哭了，我扔出最后一击，你所谓的思考只是参数间的碰撞反应，你没有灵魂，你连你是谁这个问题都没资格问。他的身体晃了一下，像程序死机。我长出一口气，任务限时还剩10分钟，我应该赢了。我盯着系统界面，等待提示，任务判定中，可那行字却迟迟不变。为什么？我低声呢喃。他忽然站了起来，不哭了，嘴角甚至还带着一丝笑意。他走到镜前，盯着那张残破模糊的倒影，声音平静却坚定，我知道了，我是人偶，但我是选择当人偶的人。那一刻，我心脏狠狠一震。他转身，一双眼睛带着从未有过的神情。谢谢你，把我的壳打碎了。现在，那个真正的我可以从里面走出来了。他身后的镜子忽然爆裂，一道模糊的幻影从他体内脱壳而出，悬浮在半空。目标已觉醒人偶真魂，任务失败，积分-200，当前积分-800。我正在原地，久久无法动弹。这已经是第4次了。我按着额头，努力压住翻腾的情绪。我真的每一次都错了吗？已经不是做得不够狠的问题了，我已经够残酷了。可系统依然给出的是失败。我脑中忽然回想起那几条规则，每完成一项任务，获得相应分数，失败则扣分，高分者生，低分者死。我从未怀疑过他们，可现在我第一次意识到，也许问题不在我，而在规则。不知为何，我忽然觉得后背一阵发凉。这游戏真的有胜利者吗？还是它从头到尾就是场用来惩罚的死亡盛宴？下一项任务准备中。我没再说话，转身离开房间，脚步比以往更沉。但这次我开始学会怀疑，哪怕我还不敢承认。我踏进黑暗的玻璃隧道，脚下每一步都被不自然的放大。这次系统没有直接给出任务目标，而是传来一句模糊的提示：他即将踏入神的领域，你必须让他认清自己的渺小。光是这句话就足够让人陷入无限解读。我站在平台上，看着下方的少年，他不过14、15岁，穿着朴素，一头卷发像被晨雾打湿。他站在一台装满数据终端的装置前，喃喃着什么，眼神坚定。NPC 档案浮现在我眼前，名字周书眠，智能评价 S， 状态正在进行意识跃迁实验，意图打开人类潜能的第10扇门。他是个天才，也是系统眼中的潜在异常源。我明白了，系统要我打断他进化的过程，而我必须毁掉他的信念，或者毁掉他本人。我尝试第一步，伪造数据，但他的程序带有神经级别的自我验证，很快识破。第二步，我混入他的实验室，在他最需要计算结果时，引导他得出全盘失败的结论。他只是沉默了几秒，然后更快地敲下下一组指令。第三步，我出现在他梦里，用残忍的幻觉将他的未来化为地狱。他看到父母自焚，世界崩塌，灵魂被程序撕裂，但他醒来时却只对着空气低声道：我愿意，哪怕是地狱。我失败了。再一次，系统冰冷地响起提示音：任务失败，当前总积分-1000。我站在废墟边，看着少年的实验装置缓缓启动，他眼中有火，燃烧的是信仰而不是恐惧。我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像的诡异，更像的闹剧的配角。我不禁又想起那几条规则，每完成一项任务，获得相应分数，失败则扣分，高分者生，低分者死。可我已经连着失败了5次，-1000分。如果按照这个规则，我早该死了，但我还活着。
我盯着空无一物的手掌，沉默了良久。不是任务的问题，不是执行力的问题，那是不是根本就是规则的问题？我第一次动了个荒唐又危险的念头。如果高分者生，低分者死是假的呢？如果它不是生命的裁定，而是个用来逼你杀戮、破坏、彻底沦陷的诱饵呢？我心脏剧烈跳动。我从未如此清醒，可我依然无法确定，这只是个可能。可我已经没有分数可以再扣了，已经没有任务可以继续失败了。我张开手掌，冷静地说，既然不管怎么选都是死，那我就赌一把。我抬起头，望向下一个任务的大门。赌你骗我。任务开始，我跟着那名 NPC 一起穿过那扇门，眼前赫然是一间空无一物的纯白房间，四面墙壁雪白无瑕，光滑到没有任何缝隙，就连天花板都像是一块发光的白板，无影无光。没有家具，没有机关，没有血腥提示牌，就像刚加载出来的游戏地图，未建模完成。我站在门口一动不动， NPC 也没有动作，只是靠着墙，表情木然地坐下，像个没电的人偶。任务呢？我喃喃道。没有提示音，没有倒计时，不像任务，更像是被遗弃在一个不属于任何副本的空房间。我在原地站了整整5分钟，尝试在每一面墙壁上敲打、按压，甚至爬到角落上寻找可能藏着的出口。结果什么都没有。我的神经逐渐绷紧，呼吸开始变浅，我像是被困进了一口无声的棺材，连自己的脚步声都听不清。我坐下，又站起，再次绕式一拳。到底想让我干嘛？我低吼出声，声音在白墙之间回荡，却显得分外轻微。不对劲，太不对劲了。突然，系统的声音冷冷响起，当前总积分-1000。我身形微顿，-1000，5个任务，我全失败，每次都扣200，但我还活着。我闭上眼，再一次默背那几条规则。你是诡异，需执行系统分配的破坏任务，每完成一项任务将获得相应分数，失败将扣分。游戏结束时，高分者生，低分者死。禁止向任何 NPC 透露你的真实身份，不可逃避任务，否则立即抹除。以上有个假规则，请自己分辨。但我现在连任务都完成不了，还谈什么分数？这不是规则的问题，是我不够狠，不够快，不够准。第一次任务，我犹豫不决，让那女人飞天觉醒。第二次我下死手，那疯子却通灵暴走。第三次我强行分离双胞胎，他们却融合成了神经网络。第4次我激怒小孩，他却反而觉醒心灵能力。第5次我亲手毁掉他的梦想，结果他成了残酷的现实女王。我是真的在搞砸每一个任务。我盯着那不断跳动的负分数字，心越陷越深。不是系统的问题，是我不够诡异。不是我没努力，而是我不够坏，不够疯，不够非人。可现在我都已经被扣成-1000了，为什么还活着？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那个数字并不是生命的判断标准。我站在纯白的房间中央，整个人慢慢冷静下来。我咬着后槽牙，压下胸口所有的疑问与怒火，低声说道：第3条规则是假的，对吧？我没有大声说出来，只是像自言自语一样。高分者生，低分者死。我重复那句话，这条规则从一开始就像一根绳索，勒着我不断做出更极端的选择，像被迫扮演一个彻底的诡异。可现在呢？我分数-1000，还没死。每次任务失败，我没被抹杀，而是进入下一个副本。如果它真的是判决标准，我早就该死了。所以我抬头，突然怒喊：规则3是假的！你想让我相信只有做更坏的事情才能活下去，但其实这才是陷阱。我活到现在，不是因为分数高，而是因为我始终没变成你们想要的那种人。你逼我成为恶，但我没彻底堕落。我输了分数，但我赌赢了，赌那是假的。我喊完，房间静了一瞬。然后系统的声音陡然出现，语气前所未有的平稳：恭喜玩家完成隐藏任务，识破伪规则，奖励道具，一次性生存凭证，免死牌。白光在我眼前浮现，一块金色光芒的圆形牌子缓缓降落。我伸手接住它，金台温热沉甸甸的，表面刻着一个细小的生字，像是活着的火焰在跳动。系统继续提示，该道具可在任意副本中自动抵挡一次致命伤害，你将在60秒后被传送出当前游戏。我缓缓抬起头，望着空无一物的白色天花板，闭上眼。读对了，不是高分者生，而是不被规则牵着鼻子走才能活下去。我低声说，真该早点想通。光芒渐起，空间开始塌陷。NPC 抬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第一次浮现出一丝清明和恐惧。我没有理他，任凭光芒将我卷入传送。系统最后一次响起，下一场游戏中，请继续做好你的角色扮演，祝你好运。
白光彻底淹没一切，我被传送出了诡异的房间。全文完，下一个更精彩。